Step one, wake up early, gonna rise with the sun. Step two, get some good, some food in you. Step three, think real hard about what you wanna be. Step four, everybody just do your thing.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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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最近南部感受到一点点凉意，每天都很想睡觉，所以我的眼睛都张不开。我眼睛本来就很小了，然后现在冬天一到，眼睛更张不开了，声音也变低了，因为整个人懒洋洋的。不过今天还是很期待跟大家分享这个影片的主题，那这个主题也是接续上一集影片的题材这样子。上一集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说就是在当空服员的时候就必须认识的那一些跟英文相关的词汇，或者是说一些缩写。介绍完那一集之后，就觉得说其实最重要的东西在飞机上就是食物。食物算是一个 directly 可以让 customer 什么 customer 就是可以很直接的让客人感受到一家航空公司到底是好的航空公司，或者是说对客人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航空公司。除了硬体设备以外呢，很常就是会用他们在飞机上吃到的食物来做评分这样子。今天这一期影片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然后也是顺便让就是对想要成为空服员的大家，就先认识一下一些在餐点上的空服员必须认识的一些 abbreviations， 就是缩写。这样子的话，以后如果你想要在航空业闯荡，或者是想要面试航空业的时候呢，你就会有比别人就是更进一步的了解，以及就是在你准备面试的过程中，你就比较有一个想法说空服业是在做什么这样子。不要废话好了，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了。大家应该很多台湾的朋友都有搭过飞机的经验嘛，因为大家就最近日币不是暴跌嘛，大家很常去日本玩或者是韩国这样子。飞机上面呢，当然就是有分一般的餐点跟特别餐。很多时候呢，像我以前搭飞机的时候，会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然后我就是很随和，所以我就吃一般餐就好了。但后来呢，就是当了空服员之后，我发现说，就是多吃一般餐。虽然说一般餐就是像星宇航空有什么胡同烧肉的很吸引人，但对我来讲，我觉得不吃特别餐感觉才会跟人家不一样。那后来就只是觉得说，特别餐有点像是在开箱，就是挖宝，给自己一个 surprise 这样子。因为特别餐的话，你就不知道说它完整的菜单是什么，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吃一般的餐点的话，那基本上你的 ingredients， 你的就是菜色都会明显的写在 menu card 上面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呢，就是有出国旅游的经验，我都会希望我会点特别餐，就是常常看而已，而不是想说要吃到饱，因为毕竟飞机餐的热量算是蛮高的。要讲到餐点很多都可以讲，可是太 details 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因为每一家航空公司都不太一样，所以太细节的东西呢，我今天就不会在影片跟大家分享。如果就是已经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说我的经验目前就是卡达航空空服的经验，3年的经验，2年在经济舱，1年在商务舱。今天我在讲的飞机餐有关的，我都会是以卡达航空我就是所看到的，或者是所受训时所学到的跟大家分享。然后如果说你是想要之后到卡达航空当空服员的，或是有兴趣要当卡达航空的空服员的话呢，你可以参考一下。但我会跟您说，就是因为卡达航空在2023年的11月换了老板，会不会在餐点服务上有所变动，我就不太肯定了。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就是在2023年11月以前一些餐点上的特色跟服务的方式这样子。
首先呢，因为卡达 Qatar 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所以说它的所有食品全部都会是 halal。因为台湾对于伊斯兰教的这个宗教没有到非常就是深入的去了解，可能在台湾只能看到少数，至少我啦，可能是我没有太关注这一些。我有记忆以来，我在台湾很少会看到有halal标志的餐厅。除非它是真的是从中东国家过来的，或者是从印度餐厅，或者是从巴基斯坦餐厅，才会有看到halal的这个标志。那基本上除了这些餐厅以外，很少就是有厂商会在贩售halal的食品。halal 就是 HALAL。halal 食品呢，就是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我没有很认识，可是也是因为进到卡达航空，我稍微了解了一下。他们在宰杀这些禽类的时候，他们会用比较必须 follow 他们宗教的一个规矩，然后才能把这一些食物、这些肉类的东西呈给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食用。这样，所以我在卡达航空的时候呢，很常会听到客人问一句说 ：“Is this food halal? Is that halal?” 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在飞机上可以特别跟乘客介绍说 ，Everything is halal on Qatar Airways flight。所以这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如果你是在中东航空的话，那你 serve 的食品基本上很常，应该说一定就是 halal 食品这样子。也因为是在伊斯兰教的国家、穆斯林国家，所以说在这些中东航空的飞机上，你是会吃不到猪肉的，猪肉你是完全吃不到的，所以很常。我在卡达航空这3年，我 serve 的食物基本上就是羊肉 （lamb）、chicken， 然后再就是 beef， 然后跟 vegetarian 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搬到中东国家 ，either 杜拜、阿布达比或者是 Qatar 都好的话，猪肉是买得到，可是你必须用特别的管道去买。不然你是吃不到猪肉的。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可能在蛮多航空公司都会有相似的一个服务的精神。飞机餐里面很常它会是 medium spiced， 就是它不会让一个飞机餐太辣或者是太没有味道。人的味蕾在高空中其实会变得比较迟钝，所以说呢，飞机餐的口味一定会比你在陆地上吃到的食物还要来得加更多辛香料以及调味料。高空中的时候，你才能至少尝得出一点酸甜咸苦辣这样子。辣的程度呢是完全不会到非常的辣，所以卡达航空那个时候他们所提供的餐点全部都会是 medium spiced， 一切他们都会把它调的就是中间值这样子，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还有就是他们会非常注重说，我的飞机餐里面是 no bones included， 是没有骨头的，因为骨头可能会造成就是一些意外的可能性变高，像是说 choking 就是噎到之类的。那在高空中你噎到就是让空服员有更多的心思要去带行李吗？怎么可能呢？我们都忙成这样子了。所以说在很多的飞机餐里面，就是有肉类的都会把骨头去掉，就是为了要省下一些遇到噎到、呛到的这些可能性这样子。其实可以分享更多关于发餐点的遇到的一些小故事不过这些就留着以后讲好了，因为毕竟影片做太长也很累，大家看的也会很累吧。所以呢，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我在卡达航空遇过的所有的特别餐的一些缩写。当然特别餐有很多，我今天在影片介绍的是一个航班上非常常见的特别餐缩写。特别餐的英文我们在航空业我们会叫做 special meal。Special meal 的缩写就是 SPML，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meal 的缩写就是 ML。 等一下我们提到的所有的特别餐都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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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l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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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l， 所以 meal 完全就是 ML， 只是前面的东西在做变化而已哦。我会把特别餐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跟健康有关的特别餐，第二个就是跟宗教有关的特别餐，第三个就是小朋友吃的餐点。
一个跟健康有关的 special meal 就是叫做 LSML low sodium meal， 就是低钠的餐点。所以说你今天有高血压的人，就是不能摄取太多的盐，那你们就是可以在飞机上面点 low sodium meal， 就是吃起来比较清淡一点点，不会到让你觉得太咸。第二个 meal LFML low fat meal， 比较没有什么就是油脂类的东西，让一些不想要吃太油腻的人可以点的 low fat meal。第三个就叫做 LCML low calorie meal， 低卡路里的餐点。第一个到第三个讲到的 low sodium meal、low fat meal 跟 low calorie meal， 基本上很常他们的菜色会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诉求就是清淡嘛，很常他的菜单会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今天你如果是想要在减肥的，或者是要在健身的，会建议你说或许你可以之后上飞机的时候，如果真的想要连在坐飞机的时候也很自律的话，你就可以点刚刚第一个到第三个介绍的餐点 LSML、LFML 跟 LCML。第四个要讲的就是 DBML diabetic meal， 糖尿病患者使用的餐点。所以今天你如果是有个倾向的人呢，那你就可以选择 diabetic meal。第五个 GFML gluten free meal。亚洲人对 gluten free 就是没有那么的在意，我想亚洲人的胃很健康，就是很多东西都算是蛮能吃的吧。台湾人好像很少人会注重 gluten free 这种东西。倒是我在飞欧美线的时候，很长，我在清点餐点的时候都会点到 gluten free， 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头很痛，因为 gluten free meal 它的面包也会跟一般餐点的面包不太一样。第六个是 NLML non-lactose meal， 没有乳制品的食品在这个餐点里。再来第七个呢 BLML bland meal 就跟刚刚讲的low fat low calorie 跟 low sodium可能有时候也是会一样的菜单。bland meal 的人呢，通常也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吃的东西不要到太辣，可能就会吃到像鸡胸肉，就是完全的水煮鸡胸肉这样子，然后加一点点蔬菜，就叫做 bland meal。现在飞机上的时候，因为空服员我们有自己的空服员的餐点，就是航空公司会提供空服员的餐点给我们空服员吃。有时候就是因为乘客选择在飞机上不吃任何东西，那多余的东西，或者是有人点了特别餐，但是他不想吃东西的，所以那些特别餐就会多出来。那我就有尝过一次 bland meal， 蛮喜欢的因为我后来飞久之后，我告诉自己说，当空服员真的要很注重饮食，就是飞机上能少吃东西就少吃，不然你的身体真的会往横向发展。我打开 bland meal 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健康哦。对，那时候我就还蛮常就是希望客人点的 bland meal， 然后不吃 bland meal， 所以我才可以吃。第八个就是 VGML vegan meal。 那全素这种东西在台湾可能已经慢慢的变得非常的 popular。 第九个 VLML vegetarian meal， 基本上单纯的它就是 vegetarian 素食，但是它就没有像 vegan meal 那么的严格这样，因为大家知道说你今天吃素跟全素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所以就是VGML 跟 VLML 之间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Number 10， 第10个是叫 FPML fruit platter meal， 全部你的甜点主餐全部都是水果，一个餐盘上面就是水果跟饮料这样子而已。对，很多人会就是选择在搭乘航空的时候就是吃水果，因为他们觉得你在飞机上吃的食品，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它的调味会比你在平地调味再放更多，就是为了在高峰中可以吃出一点味道。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这样子好像吃的调味料太多了，他们就是会宁愿点 fruit platter 吃水果就好了，他们也不会想说要摄取太多的盐分、糖分或者是一些下标这样子。和第11个就叫做 AVML Asian Vegetarian Meal。在卡达很多印度人，然后卡达航空也很长时候 passenger profile 就是印度人，所以他们印度人蛮多都是吃素的哦。但他们通常either 他们会点VLML vegetarian meal， 但更常他们会点的是 AVML Asian Vegetarian Meal。它的调味方式跟它的烹煮方式跟它的食材很多都是以印度类的食品有关，就是印度菜色，所以 Asian Vegetarian Meal AVML 在我在卡达航空的经济舱的这2年，常在发 AVML。接下来要介绍的东西呢，就是跟宗教有关的一些 special meal， 然后有一些东西呢，可能是你在台湾不常听到的哦。第12个我要讲的就是 KSML Kosher Meal。Kosher 呢，它就是跟犹太文化有关的一个宗教。Kosher Meal 我上网查了一下它的中文，犹太节食。Kosher Meal 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像我们空服员在点餐的时候，很常餐点送进来飞机里面的时候，它就是把一个一个餐盘全部都摆在餐车里面了。可是 Kosher Meal 它一样会有自己的专属餐盘，然后跟它自己的特别的食物。可是它呢会把它的食物用保鲜膜包起来，就是完全的密封起来。当 catering 这个部门、空厨这个部门把飞机餐送进来到飞机里面的时候呢，很常是餐盘，然后呢，我们那时候介绍的 casserole 就是那个方方的装食物的盒子。casserole 就是餐盘放在车子里面了，然后 casserole 呢，它会就是一叠这样子叠起来的，交给放在车子里面，让空服员就是可以再拿出来放到 oven 里面去加热。但是 kosher meal 非常的特别，它会连它自己的 casserole 也放在餐盘上，然后整组密封起来。我们空服员在 serve 这个 kosher meal 的时候，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步骤要做。今天你必须趁空档的时候，赶快把它的那个 kosher meal 的餐盘整个端出来，因为是密封起来的吧，你必须把整个餐盘整组原封不动的拿到乘客面前，跟乘客说这是你的 kosher meal， 你要求的特别餐，那现在麻烦您帮我打开，那我才能帮您去加热。所以说你今天如果是空服员，你看到一个完全密封起来的餐盘，你不能自己就把它自己把它撕破，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拿到那个客人的面前，请他亲自把包装拆掉，然后你才能把里面的东西拿去加热。加热的时候呢，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要做。会觉得说天哪，怎么这么多步骤啊？但你也不是常常遇到客人会点 kosher meal。重点来了， kosher meal 非常非常的严格，就是它加热的时候不能与其他的就是别人的 casserole 加热，它必须就是自己一个 kosher meal 的 casserole 放在一个独立的 oven 里面加热。第13个就是 HNML Hindu Meal。Hindu Meal 它就是印度教吃的餐点。我刚刚跟大家介绍说印度人蛮多人吃素的吧，可是印度教这个 Hindu Meal 它不是素食哦，它只是说你不能吃牛肉跟不吃猪肉的。所以在 Hindu Meal 的 casserole 里面呢，很常你会看到的是羊肉 lamb chicken，鸡肉最常见的就是鸡肉，然后呢再就是鱼 fish 跟一些蛋类的东西。第14个要讲的就是 VJML Vegetarian Jain Meal。 内容我就比较严格，就有点像是任何跟有 roots 的vegetables。 roots 怎么讲？根吗？任何的根茎类的蔬菜它是不能吃的，它不吃肉嘛，因为它是 vegetarian 了，然后它也不能吃洋葱，然后也不能吃大蒜 garlic。 所以说在 vegetarian Jain meal VJML 里面你是看不到肉的，你也看不到有 onions 或者是 garlic 在里面。
再来这个 part 呢，就是跟小朋友有关了。那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就是虽然说我已经活到这一把年纪，真的蛮老的，我现在真的蛮老的，但我还是有时候觉得说，我可以点儿童餐吗？因为我要的是那个感觉，我要的是一个感觉而已，不是要吃，我是要一个感觉而已。航空公司很常就是会把小朋友的餐点用可爱的盒子啊包装，或者是它的那个 casserole 里面就会有那种微笑薯饼，我觉得好可爱哦。现在第15个要讲的就是跟小朋友有关的 CHML Child Meal。第16个呢就是 BBML 很可爱吧，就是 Baby Meal。那 Baby Meal 这个就比较特别，每个航空公司一定也不一样，但是可想而知 Baby 就是 Infant， 他们吃的食品呢很常就是会是像是果泥类型的小朋友副食品。基本上我刚刚介绍的16个 special meals 就是我在卡达航空最常遇到的 special meal， 就让大家参考一下，让大家就是认识一下这一些东西。经济舱你吃的是 casserole， 但是如果今天你遇到的是商务舱的客人，那当然商务舱的客人也有这一些特别餐的需求。商务舱客人的服务方式呢就比较不一样。商务舱的话，我们很常吃东西空厨送进来的时候一样会放在 casserole 里面，但是商务舱就比较奢侈一点，豪华一点，比较美观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把加热过的 casserole 拿出来，然后摆在盘子上面。所以说我后来升到商务舱的工作那一年，其实我蛮享受的，因为当时你在厨房工作的话，你今天就是个艺术家，你要想说怎么摆盘这样子。所以呢，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然后希望对大家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让大家可以认识就是跟空服产业有关的一些资讯。这应该会是我在台湾拍的最后一部影片了，我即将离开台湾，然后前往下一个公司，我也等蛮久的了。未来的频道的影片呢，还是会主要是以传达空服这个产业的一些小知识跟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小故事跟大家分享，然后让大家能够更清楚明白空服产业的一个模式。但是对于公司本身，尤其是我未来的公司的一些内部的一些事情，我就不会拿到台面上跟大家做分享。也希望有关注我频道的大家能够对卡达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大家知道吗？1月31号卡达又要来就是台湾招募了，不过破例他们要到高雄来征才，他们从来没有来过高雄以前都是在台北，所以说可见现在卡达航空非常的需要人才。我在卡达航空的3年是在一个最严格的 CEO 带领下工作了3年，不过在今年2023年的11月，卡达航空换了新的 CEO， 所以呢，蛮多的风气也正在改变。那这个改变其实是往好的方向去做改变。我下一间航空公司，我也不会在 social media 上，就是YouTube 上，就是直接明朗朗的跟大家说我在哪一间航空公司上班。大家之后看到我下一部影片在哪里，大家应该就可以猜得到我在哪里上班了吧？大家自己能够猜测，自己知道就好了，让我比较能够安心的跟大家分享我之后工作的一些心理路程。就这样子，我也词穷了。希望之后在新的地方能够好好顺利的发展，然后也能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个时间跟曾经看过我影片的大家见面。对，就下一集影片见。 That's a wrap. Bye.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